我家破产后，未婚夫一家果断退婚，拉黑撇清关系。未婚夫更是带着他新包的情人趾高气扬道：“你现在的身份只能做我二房。”后来身份逆转，我成为商业新贵，他一家锒铛入狱。笑死，真当解书都白读，不会创业呀！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沈博士，这次宴会还需要您上台发言呢。我看了看在旁边一脸堆笑的王总，点头谦逊道：“我身份不太合适吧，毕竟刚回国不久。”话音刚落，那人连忙摆手恭维：“哪里，沈总年纪轻轻就掌握那么多专利，今天来的大多数人都是来看你的。”我还想反驳，那人立刻摆了摆手，佯装严肃：“就这样说定了，要不就是不给叔叔面子，我去招呼其他人，你这做会。”我张了张嘴，想要开口，就被他打断。看着那人离去的背影，我哑然失笑，找了个空位。原来这就是身在名利场的快乐。7年前，我家刚破产，那时墙倒众人推，人人纷纷躲远，就连未婚夫一家也立刻退婚。后来我远赴国外创业，直到今天带着专利回来，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商业新贵。他们看我人人脸上带着讨好笑意，和当初破产时的冷漠截然不同。我正想着，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沈诗雨，你怎么在这里？这可是国外来的专家开的宴会，你怎么配的？”周宇安带着一个小明星，语气熟人。他色眯眯的视线落在我身上，产生不适的黏腻感。他打量我许久，恍然大悟地开口：“你这7年去哪了？难不成真成了哪个大佬的金丝雀？”说着，他环顾四周，恶意满满：“这些人都能当你爹了吧？当年你这么清高，连碰到不让碰，现在居然变成这副下贱样子。”不堪入耳的话，一句句响在我耳畔，和当年一模一样。知道我家破产的消息时，我正在学校做实验。等我回家后，房子车子全被抵押，父母出了车祸，一时间所有债务压在我身上。我赶忙去一向对我和善的未婚夫一家。保姆看着我不再是当初一口一个沈小姐的狗腿样子，她翻着白眼把门开条小缝，扭头就走：“快点进来。”我看她的动作，心里憋了一口气，推开门。进到大厅，张燕生和周其卫一动不动地喝着茶，完全没有当初的热情。我心里一凉，还是不甘心地试探。我看向一贯和善的张燕生：“阿姨，我家破产了，我想问问你。”我话音未落，张燕生放下茶杯，不咸不淡地瞥了我一眼：“你来得正好，你家破产了，我想你和宇安的婚约也不作数了，今天就解除婚约吧。”我一脸惊愕，怎么也想不到一直把我当成亲女儿一样亲的张燕生说出这种话。我颤抖着声音开口：“阿姨，你怎么能这样做？这些年你靠我们家拿下的合作不少吧？怎么，我家破产就迫不及待退婚？”张燕生眼神闪过不自在，像被戳穿了心事，恼羞成怒地开口：“那些资源都是你们家自愿给的，又不是我们求着要的。”他说话干脆，全然忘了当初一口一个亲家之间要互相合作、互相搀扶的谄媚了。我张了张嘴，还想反驳，就被一旁的周其卫打断。他眼神色眯眯地看着我：“这样吧，小沈，你陪我一晚，我给你100万，怎么样？要是让我痛快了，帮你家付一半债款也不是没得商量。”他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我目瞪口呆看着一旁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一向绅士儒雅的叔叔说出这种话。
我还没开口，张燕生先拉下来脸，对着周其卫破口大骂：“我就知道你对着这胡妹子不一般，怪不得要见她一面，原来一直看上了儿子的女人呢。”接着张燕生直接上手，在周其卫身上又打又挠，两边的仆人纷纷拉架，异常熟练。我趁着混乱，抓紧包包起身离开。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向对我温柔和蔼的周家，居然是这副样貌，恶心虚伪。茫然无措地游荡在街上，大脑混乱极了。沈诗雨那个婊子，天天甩个冷脸，舔他舔得没劲极了。这下好了，他家破产了，真想看到大小姐孤立无助的丑态。到时候我再哄哄他，不拿下他就是白舔了这么多年。不过他再怎样好，也比不上我的宝贝你。周雨安一句又一句恶语从手机里传出来，静默片刻，传来女人低微的呻吟声。我麻木地挂断了电话。大概是看我家破产，周雨安包养的小明星迫不及待地给我宣战来了。电话里污言秽语从一直对我温柔相待的人口中传出。我苦笑，他们一家还真是会演戏呀。我还想往前走，一群大汉围了过来，他们拿着张照片冲着我比对，我不由自主地紧拽着包往后退。那人互相一点头，扯着我的手：“沈小姐，要恨就恨你和不属于你的男人有婚约。”我还没来得及深想，他们就将我摁在马路上，一双双手在我身上抚摸，泛起阵阵恶心感。布料撕裂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挣扎的动作在他们看来像是玩闹，被轻而易举的制服。就在我认命的时候，警车的声音响起，女警察给我披上衣服，带我离开。她说是有陌生人报了警。后来又出现一个陌生人替我还清贷款，他给我留下消息，说这一切就当偿还当年父母的恩情。我也接着出国，憋着一口气使劲读书，终于有所成果。回国后再次变成他们眼里的金波波，完全没有当年坐视不理的态度。周雨安几年没见我，还是那副老样子，他看着我，眼里带着明显的不甘心。要不这样吧，你现在跟着我，别人给你的我也能给你，之前一直没吃到你，也是一种遗憾。我还没说话，就被旁边的女明星娇滴滴地打断：“雨安，你忘了还有我吗？”周雨安像是被讨好到了，摸着那人的手，视线却明晃晃地放在我身上。对了，你只能当二房。不知道他幻想到了什么，脸上的笑意更盛，盯着我的目光更加露骨。我实在忍无可忍，还二房，真当自己是封建余孽了？你也不照照镜子，真是癞蛤蟆追青蛙，长得丑完得花。周雨安面色薄怒，没来得及反驳，就被一旁的小明星打断：“雨安，别生气，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周雨安像是被安抚到了，斜眼瞧我：“哼，等我拿下这次专利，我们周家身价再翻1倍，到时候你求着我上你也不可能。”我看着他，眼神带了一丝笑意：“哦，原来你来也是为了专利。”周雨安像是认定了我这几年一定过得浑浑噩噩，开口讽刺道：“对呀，那可是国外回来的女博士，和你这种人当然是云泥之别。”说完，他嫌恶般的摆手，向前寻找那位女博士。我看着她的背影，劫后余生地松了口气。幸好当年没有和她继续婚约，要不才是恶心死了。我没空闲多久，刚才的王总走了过来：“该你致辞了，沈博士。”我点了点头，在周雨安的视线下登上台。我挑挑眉，看着他的视线由厌恶变震惊。走完过场，一时间我身边围了很多人。刚才还看不起我的周雨安，连走到我眼前
都做不到。他只能在外围，一会儿恼怒，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等人都散去，他走到我身边，全然不见刚才的自大，低声下气道：“诗雨，原来你就是那个回国的女博士啊！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我不搭理他，转身就走，却被他拽住手腕。大庭广众下，其他人的视线似有若无地落在我俩身上。我甩开他的手，冷声道：“刚才不还是婊子，怎么现在变成女博士了？”周宇安张了张嘴，哑口无言。半晌，他缓缓开口：“你都回来了，不如去见见我爸妈，他们之前那么疼你。”我看着双眼无辜的周宇安，心里了然。看来他还不知道我早就和他父母撕破脸的事情，这才公然开口提及。见我不说话，周宇安以为我心软，安抚我一阵，丢下一句话就走：“诗雨，我父母也在这，你等一会儿，我喊他们来这里。”我看着他的背影，冷笑一声：“见见也好，毕竟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他们一家。”我查了好久，才得知当年父母的破产和车祸不是偶然。我家破产后，周家可是蒸蒸日上。我奉劝你看清自己的身份。周宇安的小明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他目睹了周宇安对我一脸殷勤的样子，恨得牙痒痒，真是会勾引人。我不过去趟洗手间，那么快就扒上这个男人。我眉头紧蹙，想要开口，突然见他眼神一变，自己给了自己一巴掌。我转头才看见过来的周宇安一家人。江毅躲在周宇安身后，委屈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沈小姐就打我。”我深吸一口气，还没反驳，周宇安则一脸兴奋地凑到我面前，远远推开江毅：“诗雨，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吃醋了？你别担心，我和这个小明星只是逢场作戏，我都没碰过他。”这显然和江毅想的不一样，他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地凑到周宇安身边，却被一把推开。江毅缩到周宇安身后，一脸恼怒地瞪我。张燕生温柔地摸着我的手，像是忘记了当年的龌龊：“诗雨啊，这些年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真是心疼死阿姨了。”温柔的样子和当年冷漠的嘴脸重合。我抽开手，佯装生气：“阿姨不是不喜欢我吗？怎么现在又一口一个诗雨？”张燕生被我奚落，也不恼，只是笑着，远远望上去，真当是无限包容小辈的暖心家长。我忍住心里的恶心，和他演戏，像是忘记了当年的冷漠。他看着我的样子，试探性的开口：“你和宇安一起长大，还有婚约，也该慢慢培养感情。这样，今天让宇安送你走。”我看了旁边装绅士的周宇安，慢条斯理的点头。一时间，周家一家人脸上的笑意藏也藏不住。张燕生兴奋地冲着众人：“诗雨可是和我们家关系很好，这合作大家可不能和我们抢。”话音刚落，众人面面相觑，还是虚伪地恭维起来。张燕生满面红光地送我和周宇安出门。到了门口，我转头走向和他不同的方向。周宇安快步走到我身边，讨笑地开口：“诗雨，车子在另一边。”我没搭理他，自顾自上车，关门，打开车窗，我看着眼里都是怒火的周宇安：“今天就这样吧，要是想谈合作，明天我会给你一个地址。”空气一瞬间静默，半晌我都要以为他不说话了，才听见周宇安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好，诗雨，你开车慢点，可不要出事。”像是意有所指，我轻嗤一声，开车离开。我可给他准备了明天的惊喜啊！我到的时候，周宇安早就到了。
他一脸专注地看手机，我走到他身后看了半天，他都没反应过来。我看着手机上露骨的聊天记录，视线停在了那句“等我陪完这个大小姐，就去好好疼你”上面。我皱了皱眉，退后几步，发出咚咚的脚步声。周雨安看见我，慌张地将手机熄灭，语气柔和道：“诗雨，你来这么早啊？”我无视他的话，点头坐在窗户旁边，看着周雨安一脸殷勤的倒水，贪婪开口：“诗雨，你来是想和我谈合作吗？”我冷笑两声，佯装吃醋：“怎么你眼里只有合作，没有我吗？”暧昧的话一出口，周雨安抑制不住的惊喜：“诗雨，我就知道你还喜欢我，我保证我对你一心一意。”我抬眼瞧他：“一心一意？你不是还有那个小明星吗？”周雨安满不在乎地开口：“只是一个解乏的玩意，我没碰过他的。诗雨，我眼里只有你。”得到想听的话，我不再和他虚情假意。今天就这样吧，我还要忙专利的事，明天再见吧。周雨安背下了逐客令，兴奋的脸一瞬间僵持。他愣了半晌，咬牙切齿地离开。我喝了杯咖啡，继续等人。过了一会儿，咖啡店进了一个西装革履的金贵男人，顾念清，曾经替我还清千万欠款的人。他看着我，眼里带着一丝笑意：“真没想到，7年不见，你居然成了难得一见的人物。”我看着他，真正露出了回国后的第一个微笑。这都要谢谢你，要不我可能真如那些人所愿，浑浑噩噩了。专利我可以送你，就当偿还当年的恩情。我还想再开口，却见他笑摇着头：“不，就算我没帮你，你也是能挺过来的。至于当年，我本来就是为了偿还你父母的恩情，你要是真想感谢我，不如优先考虑和我合作。”我挑眉看了他两眼，有点稀奇，完全没想到他是这个态度。他看了一眼时间，坦然道：“知道你还约了人，我先走了。你要做的事情小心点，不要被反咬一口，也不要把自己搭进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喝口咖啡。早在当初查到父母破产车祸的事情有隐情后，仇恨的种子就埋在了我心里。报复他们是我唯一的心愿。江毅还是来了，他坐在位置上，冷声开口：“找我干嘛？”我拿起手机放在桌子上，播放声音。周雨安绝情的话回响在我们之间。江毅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江小姐，希望你看清自己的身份，周雨安并不喜欢你，以后请你也不要缠着他了。”江毅看着我，面色苍白：“这些话是合成的，对不对？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对我。我们在一起7年，7年的感情啊！”我看了一眼江毅，不咸不淡开口：“你不知道吗？其实你长得和我有点像，尤其是眼睛，他很喜欢你的眼睛，对吧？”我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戳到了他的心事，江毅不自觉地扣了扣手指。我还想接着说，江毅大声反驳，只是他底气虚的都不敢抬头。他就是喜欢我，你以为他喜欢你吗？他不过是把你当成……江毅像是想到什么，紧闭着嘴，拎包起身。我看着他气愤的身影，给狗仔发去消息。接着，江大明星似乎与周总裁好事将近的新闻沸沸扬扬。两人在一起，各种各样牵手、拥抱、亲吻的图被发得铺天盖地。我拿出手机，带着点哭腔的给张燕生打电话：“阿姨，昨天你都是胡说的吧？我怎么看周雨安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还那么亲密？我看婚约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说完，我不再听他慌乱的解释声，随即挂断电话。叮铃铃，手机一阵阵响起。
周宇安、张燕生，一道接着一道。终于我等到了我想等的电话，是江毅。接通电话，就是他抑制不住的怒哄声：沈诗雨，你有病吧？为什么要这么做？前脚刚走，后脚通稿遍地，傻子也猜得出来是谁做的。我想象着电话那头江毅暴跳如雷的样子，扬起嘴角。我劝你趁早证明自己，不然你猜猜周宇安会选择谁？反正我是无所谓了，就是不知道你的事业会怎么样。江毅那边彻底静了，他恶狠狠丢下最后一句话：好，你狠，我狠，我再狠也没有你想要将一个女孩轮奸这么狠。游戏开始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都已经听到这里了，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制作不易，我们故事继续。江毅下定决心，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他和周宇安的正脸照，配文：爱了7年的他。一时间各大平台传满了这张图，粉丝纷纷祝福，夸耀俊男美女绝配。互联网像过了年一样热闹。我关了手机，等待舆论发酵的第二天，用小号发微博。他们应该不是一对吧？毕竟周宇安和沈小姐有婚约的事情人尽皆知。那条微博被翻了出来，整整骂了几千楼。一条微博引得大家纷纷搜索起神秘的沈小姐。我的照片、家庭背景被纷纷扒了出来。他们甚至扒出来我以前的微博，那个时候我家还没破产。周宇安对我是一副温柔如水的样子。我们2个人的合照数不胜数，时间被扒出来与江毅的一起对比，一时间谁才是周宇安的对象上了热搜。大部分是吃瓜看热闹的心态，但也有小部分江毅的粉丝冲到我的微博咒骂，有的骂我是小三，有的求我澄清。而江毅的微博却在这时安安稳稳，任粉丝逼问也不回应。周宇安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我最终还是接了。一接通，就听见那边传来怨气的哭腔，是江毅在哭。周宇安接通电话，语气无奈无力：诗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是把他往死路上逼。我无辜开口：我哪里逼他了？我只是想看看我们2个在你心底的位置孰轻孰重，就看你怎么做了。我听到那边传来踹椅子的声音：你这难道不是在逼我吗？我死死摁住手机怒吼：既想得到专利，又想得到2个女人的爱，你不觉得你太贪心了吗？我倒要看看你会选什么，又会亲手葬送什么。说完，我不等周宇安搭话，径直挂断手机。我拿着鼠标不断地刷新，终于我看见周宇安的微博。我与江毅女士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沈小姐是娃娃亲，一直都很恩爱。不久我们也要结婚，到时候会直播，欢迎大家来看。周宇安也不想我好过，将我们加在众人上，单方面宣布这场婚约。可他永远不知道，就在微博发出去的这一刻，我们之间的婚约永远成不了。我径直转发了那条消息，并将江毅一些粉丝的怒骂贴了上去。当初不想回应，是怕伤了江小姐的心，忍住了这些怒骂。可宇安不想让我挨骂，那我只能对不起江小姐了。只能说有些关系还是不要插足的好，有些人还是不要再爱了。一番话将江毅再次送上风口浪尖，很多人推测我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江毅与周宇安的那些照片不是假的，我与周宇安的声明也不是假的。大多数人心疼我，将我看作被爱禁锢的傻白甜大小姐，被第三者和出轨的男友耍得团团转。谩骂、解约围绕在周宇安和江毅之间，这一件件事情断送着江毅的职业生涯，给他带来天价般的赔偿金。
而这一切都是他最爱的那个人造成的。我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当了个推手，逼着他做了选择。就在江毅插足我和周雨安感情的那一刻，在他找人对付我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此刻的命运。做错了事情就要受惩罚。周雨安像是真的对江毅有几分情谊，我微博一转，他就发来很多微信。为什么非要做到这一步？不能放过江毅吗？一条又一条，我没有心思看，当即关上手机。我要养精蓄锐，毕竟明天还有一场硬仗。第二天，我径直去了周家。当初那个对我爱答不理的保姆还在。这一刻，他殷勤地在我身边忙前忙后，恨不得连鞋都替我换了。我推开他，在他怔住的眼神里走到客厅。张燕生看见我，脸上闪过一丝薄怒，很快遮掩过去，但语气还是不咸不淡。哟，你怎么来了？我看着他，强忍着恶心，挽着他的手腕。阿姨说什么话？我和雨安就要订婚了，这以后就是我家，我不来这来哪？张燕生听到我的话，有点不可置信，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装作一副沉溺于爱情的样子。雨安一直对我很温柔，我当然会好好和他在一起了。张燕生还不知道周雨安曾经对我的恶语，他一直以为周雨安在我面前是一副温柔样子。他不再多想，用一副看恋爱脑的眼神看着我，说出的话也柔和不少。你和雨安好好过就好，以后结了婚，你的那些专利都给予雨安，在家好好享福就行。我看着他不动声色上的眼药，惊讶般的开口：对呀，就像您这样，周其卫出去工作，您天天在家享福。听完这话，张燕生面色一黑，尴尬笑笑，挥手让我上楼。周雨安房间里有不少酒瓶，酒味浓厚，看来江毅真的对他挺重要，要不也不会在这喝酒买醉。我看着他浑浑噩噩的样子，在他耳边拿起手机放大音量。周雨安猛地惊醒，看见是我，眉头紧锁。过2天我会组织一场专利研讨会，到时候你一定要参加，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公开把专利给你。毕竟你们家开出的条件并不高，只是有人情关系。周雨安听到专利猛地清醒，慌乱点头。我看他知道了，也没有再留在这里的兴趣，径直打车去了酒店。侦探将拍到的照片递给我，里面的主人公是周其卫，他色眯眯地摸着几个女人，看起来荒淫极了。这是我在研讨会上送给他们的礼物，希望他们喜欢。我给顾念青打去电话，没响几声就被接通。后天研讨会，希望你能去，到时候谈合作，并且请你看一场好戏。顾念青轻笑几声，声音带着沙哑，通过电流传到我耳朵里。我像是被烫到一样，胡乱招呼几句，挂断了电话。接下来我要去找江毅，他是一切的关键。江毅开门见到我后，一脸恼怒地关上门。我吃了闭门羹也不恼，一遍又一遍地敲着，嘴里说着周雨安的近况。谈到周雨安最近人都消瘦几分时，房门被打开。江毅看着我，哑然道：他过得不好吗？我看着江毅脸上的关怀，顺势进了他家。当然，因为你的原因，周雨安喝了好多酒，很是担心你。听完我的话，江毅的眼眸一亮，嘴里碎碎念：他喜欢我。我听着他的话，打击道：可是他对你的爱太浅薄了，一个小小的专利就让他放弃了你，甚至将你逼到这个地步，你难道不恨他吗？江毅黑沉沉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现在他就这样对你，难道你不害怕他更有钱时，就会更加看不起你，将你视若无物？到时候他那么有钱，
怎么可能只留恋你一个人？江毅听了我的话，沉默半晌，随即笑道：“原来你是恨他的，难道你不怕我告诉他，让你的这一切泡汤吗？”我无所谓地摊摊手：“我当然不怕，我只是心疼你，为他做了这么多，到头来轻而易举的被放弃，难道你不想让他完全属于你吗？”“属于我。”江毅附和道，眼睛里越来越有光。我看着他的表情，笑道：“对呀，他这样的人失去一切后，就只能待在你身边，成为你一个人的，难道不好吗？”江毅看着我，缓缓点了点头。我情不自禁地扬起嘴角，这一切都要结束了。我告诉江毅，只需要在研讨会那天去一趟周家就好，到时候会有人将证据递给他，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证据递给我。江毅像是没想到那么简单，我看着他的眼睛，轻声又哄：“对，就那么简单，你再忍耐几天，周雨安就是你一个人的了，再也看不见别人。”我看着江毅渐渐疯癫的笑容，抬脚离开了他家。打开手机是侦探发来的消息，一切准备完毕。最上头的消息赫然是江毅有家族遗传的偏执症，这个病将一切串联。查到江毅的病和他对周雨安的偏执的感情后，一个计划就在我脑子里浮现。如我所愿，这一切像我幻想一般慢慢展现。我看着天空，喃喃道：“我就要给你们报仇了。”研讨会被安排得很快，很多商业大佬都到了这里，他们带着诚意满满的方案，将专利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我听到最后，还是顾念清的最符合我的心意。真诚价高，将专利发挥到极致。周家是压轴出场，他们像是早就胜券在握，将一份草草的 PPT 放在投影仪上。一瞬间，还抱有期待的众人纷纷低下了头。我饶有兴趣地盯着 PPT， 期待着等下的精彩场面。周雨安按动按键，一瞬间，大片大片赤裸的肌肤映在那上面。是周其卫和一群女人赤裸的视频，荒淫无度的声音响起。周雨安看着 PPT 一阵发懵，等他想关上 PPT 时，视频已经开始再次重播。张燕生疯了一般的抡起包往周其卫身上砸，边哭边怒骂。我看着拔了电源还依旧播放的投影仪，情不自禁地扬起嘴角。最后，周雨安将投影仪砸坏，才停止一切。周雨安看着混乱的场景，好声好气的其他大佬请离开。看着还在纠缠的父母，周雨安大声怒吼：“公然打起来，不丢人吗？”我看向周雨安，摇了摇嘴唇。这投影仪是怎么回事？叔叔阿姨难道真的……我话没说完，被周其卫大喊大闹的打断。雨安，你好好查查，肯定是其他家看我们要飞黄腾达了，故意设的计。话音一落，周雨安眉头紧蹙，不耐烦道：“这是我们公司，我们组织的研讨会，谁会相信是有对手做的？而且被人偷家，难道不嫌丢人吗？我都说多少遍了，少玩，你还做这种事？”他说着，张燕生在身边大吵大闹。就是年纪那么大还偷吃，甚至找那么多。他没说完就被周雨安扶额制止。周雨安看向一旁的我，深吸一口气：“诗雨，合同今天还签吗？”我尴尬地看了看眼前，还没开口，被周雨安送着离开。算了，你先去休息吧，我要把这些事情捋捋。周雨安抬手送我离开。我下了楼，支开一旁的保安，转身进了咖啡店。顾念清已经点好咖啡在等我。这一出戏，你能保证你自己全身而退吗？我看着他暗含担忧的眼神，点了点头。以前还不确定，现在确定极了。
我看向顾念青，接过早就准备好的合同签字。合作愉快。顾念青看着我沉默半晌，接过手，感慨道：“你真是和伯父伯母很不一样，他们太温良了。”我点点头，确实，他们太温良了，以至于连胆小蠢笨的周其卫都能欺骗利用他们，最后落得破产，而周家也借此步步高升，甚至后来被斩草除根般的被周宇安设计了车祸，葬身河底。我擦了擦泛红的眼睛，快步离开这里，去赴下一场约定。这7年来，我脚步不曾停歇，着急忙慌。好在这一切终将一切结束，我也可以好好歇歇了。江毅将证据交给我时，满脸不解，为什么要我送这一趟？我没回应他，他也不再关注，兴奋地开口：“什么时候周宇安能彻底属于我？”在他兴奋的笑容里，我点点头，轻抿一口咖啡，同样期待道：“这就快了，毕竟我父母的忌日要到了。”我在心底补充完后半句话。后面的几天，周宇安旁敲侧击询问我合同的事情，都被我不声不响地推脱。终于到了我父母忌日这一天，我提到这件事时，周家人面面相觑，闪过一丝不自在，最终还是陪我一起去了墓地。7年不在，墓地也被打扫得很好。我看着照片上温柔笑着的2个人，情不自禁地流泪。7年了，我终于可以为你们报仇了。我看向周宇安，真希望害我父母的人早点遭报应。周宇安不自在地擦了擦手掌，底气不足地回应：“伯父伯母不是意外吗？而且撞他们的那个人听说也离世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伯父伯母也不希望你被怨恨蒙蔽内心。”我盯着一脸关注我的周宇安，直到他受不了似的转移视线，才慢悠悠答非所问：“是啊，坏人一定会遭报应。”周宇安擦了擦不存在的虚汗，转头四顾，慌乱开口：“我们走吧，也该回去了。”我看着周宇安脸上明显的不安，轻笑下山。下山时，一个个警车正围在那里。张燕生与周其卫被警察围在周围，求助般地看向周宇安。周宇安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我，我冲他摆摆手，笑颜如花。我说过的，恶人要遭到报应，这不，你的报应来了。警察走到周宇安身边，冷声开口：“现在怀疑你和合同造假案和2条人命案有关系，需要你配合调查。证据如山，周其卫和张燕生将一切揽在身上，被判无期徒刑。”周宇安很快被放了出来。出来的第1天，他给我打了电话，约我见面，我如期而至。2天不见，他脸色憔悴很多，见我时也没有当初的骄傲。“这一切都是你做的，你是什么时候布置这一切的？什么时候拿走的证据？”我看着他，将一份视频递了上去，赫然是江毅将证据递给我的那一面。周宇安颤抖着接过证据，我戴着墨镜离开，给江毅发去消息。看着对面激烈的他属于我了，我嘴角扬起，被背叛的感觉一定不好受。周宇安要好好体会一下这种感觉，体会一下我父母被背叛时的无奈，体会一下我查到所有证据，被逼着接受一向对我温柔的周家竟是垂涎我家家产的恶狼时的无助与崩溃。周家被带走的消息在互联网上热闹了几天，许多人骂他们狼心狗肺、忘恩负义。他们也都记住了周宇安，时不时地拉出来怒骂2声。而我在专利成功和顾家签约的那天，被认为是天才科学家，被大多数人怜爱。我屏蔽掉网络上的呼声，沉下心来研究医学。
很久后，才在当地新闻里看到周宇安的死亡的消息。周宇安自那天后就被江毅带走，两人之间身份调转，加上江毅是亲手递出证据的人，周宇安对江毅非打即骂。一开始江毅还忍耐，慢慢的江毅病得厉害，忍受不了他的坏脾气，也开始对周宇安动手。最后，在一个深夜，周宇安偷偷藏刀，想要报仇，被江毅发现。江毅神经不正常的发疯，他以为周宇安想要逃离他身边，疯了一般的砍了几十刀，周宇安最后流血而亡，而江毅也趴在他身上自杀。据说发现他俩尸体时，周宇安身边被用鲜血写满了他属于我的字条围绕，将推门的查尸臭来源的警察吓了一跳。知道消息后，我愣了半晌，没想到周宇安会以这种方式离世。罪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要脱离20岁的阴影，迎来新的一年。我的父母会在某处默默保佑我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